我叫柯浩轩，你可以叫我Ian。浩轩，浩轩。所以浩轩，你为什么讲这么好的中文呢？我在一个私立基督教学校就上学，然后那边的中文老师他就给我父母打个电话说，哎，我建议你们让你们的儿子上我的课，我觉得他学中文应该学得很好。我那时候11、12岁吧，不愿意，我说，哎，中文这么难，这么跟英语不一样吧？我想要学西班牙语，因为我爸爸是墨西哥人。我爸爸妈妈说，哎，你试一试一年之后，如果还是不喜欢的话，那你就可以跳到另外一个语言。然后那位老师邱老师，我记得有一年有一个暑假，他好像可以说是强迫我，哎，你每个星期要到我家里这里来，我免费教你中文，然后教你书法，然后我们学完了，我们那一天学完了，我们就一起做中国菜，吃晚饭，都是免费的。就你一个人？就我一个人。他说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来。你们班一共多少人？我们班20几个人啊。但是你就有这个特权，可以去老师家。应该是神的恩典。是我现在我回头看，我觉得说哇，真的邱老师真的是神所差派的一个他的仆人，他真的培养了我对中国的整个热情。对热情，整个方向都是因为他对我的照顾对，所以哇，所以后来你学了几年中文？8年左右。中文是不是有那句话活到老学到老？对，我觉得太棒了。我觉得就一辈子。那你第一次去中国是什么时候？是我高中刚毕业2天，我就跟我的爷爷，因为我爷爷他是一个音乐家，他70年代就写了一首在基督教世界在教会非常有名的一首歌。那个时候70年代、80年代、90年代，他的歌名叫In my life, Lord, be glorified. In my life, Lord, be glorified. Be glorified.他从年轻的时候，他一直跑到世界各地，演唱、演奏音乐、讲道这样吧。所以我就陪着他去中国广州和厦门的国际教会。我在那里帮助他拉小提琴，然后帮助他做些翻译。我记得我坐飞机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，哇，我这么久，因为我初中、高中我一直在学中文，然后还有中国留学生，住在我家里，1年2年多这样，所以就身边已经接触到了很多华人，开始有这种对中国的热情，所以我在想，哎，我第一次就踏到中国的土地的时候，我会有什么感觉？然后你猜我有什么感觉？肚子饿了。没有，不对，北京烤鸭。不对。第一个念头就是这里好热啊。因为在潮湿，对，很潮湿，在广州非常闷。对。可是那是第一个念头，可是最强的念头在那次只是2个星期，一个星期在广州，一个星期在厦门。最强的感受就是我终于到了我应该在的地方。我被造是为了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国家，在这个文化当中，在华人当中，我那时候我告诉我爷爷，哎，你回去美国的时候
把我留在这里吧，不用回去吧。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我就被磁铁的吸引啊，我觉得啊，我的心里渴望可以回去中国啊，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 ，OK， 这是我这一生的方向，是要去中国，要奉献我的生命来俯视中国人，这样吧。几年之后，是我第一次就自己到一个城市，我那个时候是做一个夏令营的英语项目，我自己就经历了那种很强的文化冲突，因为我们是年轻的外国人，然后在一个小城市，在一个县城，也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城市，所以那么小的团，那么小的社区，大家都会想要有拿一下这些新来的外国人，哎，你来为我们做这个，为我们做这个，然后我说我们没有答应了，没有答应了，就是没办法说不，这样子吧。然后怎么跟他们沟通的清楚？还有那个是我第一次就看到那个喝酒的文化，每天晚上基本上都会带我们跟另外一个小馆长还是校长，然后我没有喝酒，可是他们还是想要强迫，然后这样子吧，是我那个时候刚刚20岁了，所以是第一次，经历这种环境，然后这种很有这个怎么说政治感的一个环境，对，很复杂，对，很复杂。还有我那个时候，第一我是美国人，第二我还是很年轻的，所以我就搞不清楚怎么对待，怎么回答这样吧。所以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不想回中国？我那个时候我的说法就是我放假了几个月就没有说中文，我不想要跟中国打交道，现在任何关系，可是我以这整个经历为神赐给我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跟中国文化、中国有的关系，从那个时候就挖掘了一个新的层面。因为现在不只是在这个喜欢不喜欢的这个层面，这是我选择你，这样吧。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感动了，我觉得是一个 commitment， 好，就是一个尾声，一个 promise， 就是就好像神对我们的爱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不好，但是他还是选择我们，选择爱我们。哇，所以你觉得就是你对中国的这种心是你天生就有吗？还是不肯定不是，就是怎么样？你当时在那个 process， 你是怎么去从一个好像被冒犯、被伤害，然后你有这样子的爱心，就是中间发生什么事？你有特别就是处理你里面的？我觉得最重要的改变之一是我跟中国的关系，从我心的基础就搬到神心的基础，因为我的心是不可靠的，我们人类的心是不可靠的。还有我们有一个我对某个国家有什么护照啊，还是什么负担呢？他如果只是在我们心里，这是不可靠的基础，因为我们是软弱的。对。还有我们如果是这样的，那我们受伤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拒绝。对。所以我们的心是不可靠的一个基础，不可以把我们生命方向的基础放在我们本身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有时候他们会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中国？你要去中国？”我告诉他们，我喜欢中国的很多东西，非常多。可是我选择中国这个方向的原因，不是因为我喜欢中国，是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被造
是为了服侍，这个基础就超过我自己，所以我觉得那个经历就帮助我，就更快一点的拆毁之前的那个基础，然后建立新的一个基础，是建立在神的带领，在他的爱心，因为他的爱心是不变的，他的爱心可以帮助我，他把他的心意放在我的心里面，然后我就自己不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来我想要爱你爱他哇，你讲这个的时候，就让我想到早期的宣教士，像戴德生啊，很多的西方的宣教士，他们去到中国，其实他们经历的都是在当时看的其实是很艰苦的条件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人喜欢他们，以前的中国人是不喜欢外国人的，他们觉得那个是洋鬼子，你听过吗？洋鬼子，好，因为他们长得很奇怪，很像鬼，所以叫洋鬼子。所以他们受到很多中国人的，其实是算是一种歧视吧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把他们的生命献在中国，然后为中国人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办学校啊，办医院啊，对不对？就真的是爱他们。所以我觉得，听你讲的，我就可以感受到他们的那种爱，不是从他们自己来的，因为从每个人，天然人都不会喜欢，有人歧视你，你还那么去爱他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绝对不是他自己的能力，这个就是像你说的，是从神、从上帝来的。哇，谢谢你的分享，好棒啊！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点，说你现在想要？我现在在做音乐，因为我整个家庭都是一个很有音乐文化的这个家庭，所以我现在在录刚刚录了专辑，就是有英文歌，有中文歌，可以说是一种流行歌，还是就很好玩的歌曲，所以我正在准备一些 MV，然后很快就会发布在网上。哇，那我们一定要把那个 channel link 到我的 channel， 大家可以上去听一听。哎呀，我觉得一定很好，所以很期待大家感受一下。是，哇，谢谢浩轩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非常深刻的对话呀，还有他对中国的热爱。对我们真的是祝福浩轩这个专辑早日发布，谢谢，然后也希望你可以早日去中国。谢谢。好的，那今天就这样，拜拜。拜拜。